就在曹操和吕布多次交战，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，恰逢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导致双方军粮耗尽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智用空城计及刘备继任徐州牧。曹操退兵东阿后，袁绍便派人前来拜访，想说服曹操将他的家眷都送往邺城，名义上是保护他们，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来操控曹操。曹操此时正遭遇着他有生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，兖州丢失，军粮不济，因此在天灾人祸之下，他不得不低头，只能被迫答应袁绍。程昱得知后，立即前来劝阻曹操。他说：“将军有龙虎之威，怎能做韩信和彭越之流呢？虽然兖州被占，但我们尚有3城，能战之士也不下万人。以将军的神威，再加上我和荀彧的智谋，一定能成就霸业。希望将军三思。”曹操听完后瞬间醒悟，他接受了程昱的建议，拒绝了袁绍。195年5月，曹操率军出发，去进攻巨野的薛兰和李丰。吕布得知后率军支援，但还没等他赶到，曹操就大败了薛兰和李丰。随后又趁势拿下了盛世，准备夺取济阴郡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徐州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：徐州牧陶谦竟然病逝了。在他临终之际，嘱咐徐州别驾糜竺说：“非刘备不能使徐州安定。”于是陶谦的丧事办完后，糜竺便带领着徐州的官员来到小沛，准备迎接刘备为徐州牧。可刘备自知实力太弱，不敢接任。这时典农校尉陈登也来劝说刘备，他说：“徐州不仅富裕，且户口高达100万，希望委屈你把徐州管理起来吧。”刘备推辞说：“袁术就在寿春，他的家族是43公，而且海内归心，你们应该把徐州托付给他。”陈登说：“袁术此人骄纵奢侈，并不是治理乱世的明主。现在我们愿意为你提供步骑兵10万，上可以匡君济民，建立五霸之业，下可分疆保境，名垂青史。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我，那我陈登以后也就不敢再听从你了。”随后北海相孔融也出面劝说刘备，刘备这才答应下来，勉为其难地当上了徐州牧。随后陈登给袁绍写信，说明了推举刘备的原因，袁绍便同意让刘备领徐州牧。至此，刘备正式成为了能影响汉末时局的一方诸侯。徐州之前的治所在郯城，但已经被曹操打得残破不堪，于是刘备便将徐州的治所移到了下邳国的下邳城。曹操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，他打算先放过吕布，立即率军去攻打刘备。然而荀彧认为兖州乃天下要地，虽然已经残破，但依旧能够自保。现在已经击败了薛兰和李丰，如果再分兵东进陈宫，就能一举击败吕布。可要是舍弃兖州而东进徐州，刘兵过多，前线不够用；刘兵过少，又不足以守城。万一刘备坚壁清野，防守不出，短时间内无法攻下，则我军必定自我灭亡啊！曹操听后渐渐消了怒气，接受了荀彧的建议。195年，吕布从东民出发，与陈宫率领的1万余人会合后，前来进攻曹操。此时曹操军中的士兵已经派出去收麦子了，营中的人马不足1000人，而且城防也并不坚固，根本抵挡不住吕布的数万大军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曹操走出军营四下张望，然后他便开始部署。他让城中的妇女们立即上城，然后让城里仅有的几百名士兵站在营垒边，摆出无所畏惧的样子，其实只是一座空城。吕布到达后，见曹营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妇女在守城。曹营的西边有一条大堤，大堤的南边是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。吕布观看了许久后，怀疑曹操已经将大军埋伏在了大堤后面的树林中，于是不敢贸然进攻。他对部下说：“曹操向来诡诈，千万不能上他的当。”说完便引军后撤，在10余里处扎营。过了几天，吕布再次率军前来，可此时曹操的士兵已经陆续地回到了城里。曹操将一半的士兵埋伏在大堤之后的树林中，另一半则暴露在堤外。等到吕布的军队逼近时，曹操立即派出轻装骑兵出战，两军开始厮杀。正在这时，突
突然，伏兵四起，步兵和骑兵全都从大堤的后面杀了出来。吕布大军猝不及防，阵营大乱，开始四散奔逃。吕布见大势已去，只能率众突围。最终，吕布和陈宫率领着残部逃往徐州，去投靠了刘备。张邈则率军前往寿春，准备去投靠袁术，然而在半路上被部下给杀害了。张邈的弟弟张超则带领着所有的家眷前往雍丘，驻扎在那里。8月，曹操率军围攻雍丘。12月，雍丘城破，张超自杀，其家眷也全部被处死。随后，曹操快速地收复了兖州各郡县，兖州再次回到了曹操的手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之前我们讲过，吕布被曹操打败后，和陈宫一起投奔了徐州牧刘备。那么他为何要反叛刘备？刘备为何要投奔曹操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2次偷袭刘备及刘备投奔曹操。吕布战败后，率领残兵投奔了刘备。见到刘备后，他极为尊敬地说道：“我和阁下都是北疆边境人，当年董卓乱汉，我便诛杀了董卓。可我来到关东后，关东诸将不但不待见我，还都想杀我。”接着，他请刘备坐在自己的卧榻之上，让妻妾向刘备行礼，称呼刘备为贤弟。刘备见吕布如此的低三下四，不像英雄所为，表面上虽然应付着，可心里却有点厌恶他。就这样，吕布在徐州驻扎了下来。自从陶谦将徐州让给刘备之后，袁术就非常的不满，于是他便发兵前来攻打。刘备得知后，让张飞驻守下邳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往盱眙和淮阴一带迎战袁术。双方激战了1个多月，竟然谁也战胜不了谁，各有胜负。正在这时，吕布给袁术写了一封信，让袁术看到了希望。他立即给吕布回信，先是列举了吕布诛杀董卓、替他攻打曹操等客套话，然后便给吕布开出了价码。只要吕布肯帮他攻打刘备，他就给吕布送来20万斛军粮，而且后期还会继续追加，如果缺少兵器和战具等物资，也可以一并送上。吕布看完之后大喜，立即率军前往下邳，准备攻打刘备的大本营。当他来到下邳城西40里处的时候，刘备军中的中郎将丹阳人许丹派人前来迎接，并且告诉他，张飞和陶谦的旧将曹豹发生了冲突，张飞准备斩杀曹豹，曹豹则率众自首，导致下邳城大乱，请将军速速驰援。现在有1000多名丹阳兵屯守在西白门，只要将军东行，他们就会打开城门迎接将军进城。吕布听后大喜，立即率军东行，天刚亮便到达了城下。丹阳兵果然打开了城门，吕布率军冲入下邳城，大败张飞，并且将刘备的妻妾儿女全都给俘虏了。消息传到前线，刘备大惊，立即率军回还。当他们日夜兼程地到达下邳城时，刘备军中的诸将见家眷被吕布俘虏，都不敢迎战，纷纷地逃散。不得已，刘备只能收拾残兵去攻打广陵郡，准备在那里落脚。结果袁术早已在广陵等着他了，刘备再次战败，不得已只能在广陵郡的海西县屯驻。此时军中缺粮，将士们饥困疲惫，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刘备只能派出使者向吕布请降。此时的吕布也非常生气，他已经打败了刘备，可袁术答应他的20万斛粮食却没了着落，于是他便与袁术翻脸，答应了刘备的求和。于是刘备率领着残兵败将，无比悲凉地走进了下邳城，吕布则将家眷都归还于他。这时吕布手下的诸将都来劝说道，刘备此人反复难养，最好趁早把他给杀了。可吕布不但拒绝了，还把此事告诉了刘备。刘备明白吕布这是给自己一个下马威，于是便向吕布提出前往小沛屯驻。吕布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，并且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让他前往小沛驻扎。刘备走后，吕布便自称为徐州牧。这是吕布出关以来第一次有了立足之地，下邳城以及整个徐州都是吕布的地盘了。196年6月的一天夜里，吕布正在睡觉，突然有一支兵马潜入城中，直冲吕布的府邸，准备刺杀吕布。惊慌之下，
吕布携带妻子从墙壁的一角跃出，直奔高顺的军营。高顺连忙问道：“是谁这么大胆，竟然敢刺杀将军？”吕布回想说道：“我走得匆忙，并没有看清到底是谁，但听口音应该是河内郡的人。”高顺便猜想应该是郝萌，随即率军前往郝萌的大营。此时郝萌偷袭吕布不成，率领士兵准备返回营帐，结果刚到营门就遇到了他手下的部将曹信，正严阵以待地守在营门口。之后双方便立即展开激战。等高顺赶到的时候，郝萌被斩下的一条臂膀，曹信也已身负重伤。高顺立即斩下郝萌的首级，抬着受伤的曹信去面见吕布。吕布询问曹信关于此事的原委，曹信回答说，郝萌是受了袁术的鼓动才造反的。吕布又问同谋的还有谁，曹信回答说还有陈宫。当时陈宫就坐在吕布的旁边，听闻后脸色变得通红。良久，吕布才质问陈宫，袁术狡诈多变，贪婪成性，你怎么能帮助他而背叛我呢？陈宫缓缓地说道，袁术算什么东西，我只是生气你不听我言，放走了刘备，所以我就和郝萌密谋，教训你一下。吕布听完哈哈大笑，也不再处罚陈宫。10月，袁术派出大将纪灵，率领步骑兵3万余人前来征讨刘备。刘备得知消息后，连忙向吕布求援。吕布手下的将领说，将军不是一直想除掉刘备吗？现在刚好可以借袁术之手除掉他了。可吕布却说，如果让袁术占据了小沛，他就会联合泰山郡一起来对付我们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被袁术前后夹击。因此，不但不能让刘备死，我们还得去支援他。于是，他率领步兵1000人，骑兵200，飞速赶往小沛。纪灵听说吕布前来救援刘备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吕布在距离小沛西南1里的地方扎下营寨，之后他便派人去请刘备和纪灵前来饮酒。他对纪灵说，刘备是我吕布的贤弟，你率军围困他，我肯定是要来救他的。之后还大言不惭地说道，我吕布生性不爱争斗，只喜欢替别人解除纷争。随即他命人在营门外竖起一只戟，对纪灵说道，如果我能射中戟上的小枝，你就立即停止进攻，如果射不中，那你和刘备决一死战，我不再掺和。纪灵和刘备都表示同意，于是吕布搭弓射箭，正好射中了小枝。诸将大为震惊，纷纷夸赞他有天神般的威力。之后纪灵罢兵而去。回到军营后，陈宫便对吕布说，现在袁术的大军已退，刘备已经在小沛召集了1万余人，如果此时不再图谋，恐成后患啊。于是到了夜晚，吕布突然偷袭刘备的军营。刘备听闻吕布再次偷袭他，知道抵挡不住，只能拼死突围，带着残兵败将前往许县，投靠曹操去了。那么曹操能够收留刘备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